那可是7、8万人的生计性命。我家六叔高明甫、杜浩等人犯下的死罪，竟东海之水难以尽其恶。可高家、杜家无心审视，数百年的望族，即便是全都砍了，也不过1000多颗脑袋。砍完了呢？这事就完了吗？我问你，那你如何能够证明陈兴之死与周芷的政务相干呢？况且，即便人家是要你去查，你又能够查出什么呢？人家还不让你去查了，到时候你查不出实据，沈高等人反咬一口，平牌还落人口实。来日，要是大王和相公们还想去查这个案子，就没有了机会了。你我获罪事小，只可惜了那陈主簿送了一条命，撕开了这种。那高旭还在外面候着？在。我们带来200人，留下100，护住学宫，另点齐1督兵马，由你一提提调，随我去城里转上一圈。敢问郎君，此时进城，所谓何事啊？逛街。事机紧急，其他的也顾不上了。水秋公、三哥，劳烦你们且在此处安心饮茶，管他有事没有，先抄了高旭的县衙再说。我陪你去。没有实据，就去查抄一个县衙署，形同造反谋逆。就算是大王的亲弟弟，也不可饶恕。九郎，不要为难自家，也不要为难大王。在宁海县衙做反，总不至于比在崇元殿上做反还难吧？九郎，你想好了吗？当然，水秋公是国之重臣，不能胡来。于这样子，无妨。下官宁海令，参见。哪来的阿扎泼皮？宗亲女眷面前也敢冒渎无礼？九郎君，下官宁海令。还不与我拿下！九郎君，将这厮捆了。他看了我家命妇娘子，把他的眼珠子还出来。我自己来。郎君，此人无礼教训于您便是，若是伤其性命，回去王都是要罚贵奉仙堂的。我家娘子刀都抽出来了，没听说过修刀难入鞘吗？郎君所言极是，但是郎君与娘子游宁海，岂能被此等小人扰了兴致？拖走！这。认得我吗？认得就好，认得就应该知道，你们没有机会了。今日之后，台州跟宁海便与你无关了。随我回到黄龙岛上，是生是死，都由得你自家选。我给你1个时辰，若是想明白了，便给你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。
前后左右围住，不要让跑了任何一人。诺。尔等何人，竟敢擅闯宁海县署？放肆！此乃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检校司空、镇海镇东节度衙内兵马都指挥使、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九郎君在此。尔等宁海上下官佐辽众，还不速速出营？下官宁海县城秦贺拜上大将军。下官未得州中牒文，不知大将军驾抵宁海，有失迎驾，还望大将军恕罪呀。大将军有谕，不知者不罪。秦县城免礼。谢大将军。还不速迎大将军入衙？请大将军。哪里来的大将军？太守。某只闻王都九郎君蒙大王教命，检校司空，提点指挥两军衙内兵马，却并未听得什么开府仪同三司、右卫大将军。阁下便是九郎君？你这话有意思，难不成你才是九郎君？纵使阁下真的是九郎君，没有大王的教命手札，便不得在此喧哗，搅扰县署，干涉地方政务。这等事体干犯国法。这些人异于行刺，还不与我拿下！高旭好歹也是功臣子弟，诸事尚且不明，此时为难他，没有意义。无妨。九郎既然拿了他，此事就万难善了。索性吓一吓他，说不定还有些收获。郎君，全在这儿了。你那边如何？找得到吗？张罗蝴蝶都做得很平，看来是下了一番功夫。那怎么办？天亮无事，便晚行狱。秦贺，下官在。今年以来，县署所至行策何在？这是这2个月的吗？是。此案人犯现下何处？此人敢犯此人敢犯的是逆案，这目下人自假号监防在押。我今日来，正为此人。你是沈爷？您是九郎君吧？
你见过我三哥？今日在此的，若是西安侯，当是台州人之福。旁人提起他，不是孙逆，便是孙树人，客气一点的直呼其名孙本。倒是你，还记得他昔日爵位？郎君如何称呼他？他是我三哥。如今还是？有些事万古不易。郎君能有此心，足称至诚君子。方才沈君说，若西安侯在此，当是台州人之福，此言何意？郎君今日为何而来？先征后粮，田土兼并。看来郎君知道的不少。既知道，有何打算？这宁海县的账册和户贴平准相宜，看不出毛病啊。郎君看得懂户贴和账册？我当然能看懂，我只是看不破。看破其实不难。郎君看不破，是平日不离时务之故。那还请沈君提点一二。想好了？摊上这桩千古第一麻烦事，我想得好想不好，有什么区别？地方官吏这些鬼魅伎俩，其实并不难破，倒是破了之后，才是真正的为难之事。那又如何？事情再难，总要有人去担待吧。你现在已然是方外之人，我不担待，难道真的让九郎，一个年不及弱冠的宗子，去担待啊？我就知道，你虽不爱惹事，只要事上了身，却断不肯躲事。大王明教，捐免台州5县2年的粮赋，明面上谁也不敢违误剿命，提前收上来的秋赋，自然也不敢入到明账上。然则，官府征赋，总要有直契为凭。直契有啊，但不多，有个10-20张，要拿来做凭据，远远不够。总是要访遍民间，挨家挨户的去问去收。台州有5个县，得收到1000户以上，才好在朝堂上说话。眼下若是去民间收缴直契，怕是连1张都很难收回来。郎君能收到10几张，已是不易。这是为何？直契自然是有的，没有盖了官府大印的直契为凭，谁还肯纳粮？只是眼下这直契早已不在纳粮的民户手里了。不在民户，被官府收缴了？强行征缴，立时会逼起民乱，他们可没那么蠢。郎君，可否查验过县属存证的代契？代契？民间代子虽多为两厢情愿，与官府无干。然则若涉及田契相押，那些放贷的大户，总要到官府具结民契，以为凭证。去找那个姓秦的县长，让他去拿入夏3个月以来的代契来看。来，搞。
这里也没有以直系为押物的文字呀。这等落下实据的文字，自然不能有。他要认真的查起来，得多少颗脑袋落地？郎君且看仔细，这些代期中的请代人，多为世居宁海的民户和农人。关键在这放代人。镇东军台州营田使啊，他们带出去的是军屯的军粮，障眼法而已。军屯存粮事关国际，没人敢动。这营田司只是做保的充人。放贷的粮食根本就不过营田司的账，营田司的账面上也查不出来。外出的大户到各县去放袋子，民户会忧虑有谋取田土之虞，自然不肯轻信。可若从中出面具名的是营田司，那些本地的民户便放心多了。那个丢了性命的陈兴，便是营田司主簿。营田司也只是浮在表面的一层而已。便以我家为例，无心省事，纵是大族，毕竟根基不在宁海。连州跨郡的到本地来放袋子兼并田土，又如何能指使得了他杜浩出面？台州营田使杜浩。杜浩乃三朝元老胡令公的内弟。依崔博士白日所见，高旭是功臣子弟，沈从约是地方豪族，杜浩是胡令公内弟。宣贵、豪强、袁荣，这块石头扔下去，掀起的是滔天巨浪。州县官府下去催缴本该捐免的钱粮，秋粮未收，民户无粮可拿。营田司便出面放袋子，只要以田契和纳粮后官府签发的直契作为押物，便可从营田司带出粮食缴纳秋赋，本地的民户便可度过这最艰难的夏岁。其实营田司也只是个门面，作为押物的田契和直契，转手就到了真正放贷的勋贵豪门士族手里。至于官府收上来的秋赋，其实也并不入账，3成归州县各级官长虚吏分润，3成归营田司军屯粮库以计军功，剩下的4成则返还给那些豪门士族。如此一来，州县官吏得了实惠，营田司得了军功。至于国中的那些豪门士族，他们以6成的本钱赚取了翻倍的利钱，而那些请了袋子的，至少有1/3来年还不上利钱，要么借新账还旧账，要么便失去了作为押物的田土。可我吴越国怎么办？民户背了债子，甚或失去田土，那不就断了本该入库的税赋吗？郎君想明白了。那些直契到了放贷人手上，怕是拿不回来了吧？台州5个县，营田司，豪门士族，他们如同一张大网，这等掉脑袋的勾当，若是没有相互牵扯羁绊，这张网它支得起来吗？此事大抵如此。刘元琛，
末将在。大川那边不要留人了，剩下的300多人都调过来。诺。不能再等了，台州应天司设在海油镇，快马过去也要半个多时辰。你可是想定了？没有教命在手，我不能够干涉地方的政务。但是应天司不同了，他是军务。认真的说起来，九郎和我是有便衣行事之权的。你们过去，县学这边我来坐镇。九郎已经把握了县署，应天司那边我亲自跑一趟，不要再走揽事了，你就坐镇县署。那个沈某深悉底细呀，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沈从约履任州郡，是一个不好相与的人呐。要是没人震慑大局，说不定啊，会被他去了空子，翻过身来。临行时，我与真娘交代了，我若不回，便是七哥亲来，也不能把沈从约提走。尚书右仆射、镇东军节度副使、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、大元帅府判官水丘太尉在此，速速打开营门。末将镇东军台州应天使杜浩参见太尉。拿下！诺！太尉，太尉，这是。水丘太尉，末将何罪之有？杜应天稍安勿躁，待我勘验完毕之后，自会还你一个清白。末将无罪，内衙胡令公是末将的姐夫。我知道，你是胡令公的内弟，此番前来也是奉了胡令公的军命。令公深知应天忠心，所以我来还你一个清白。封住应天司，书房牵押房，没有我的军令，一张纸都不能带出去。诺，随我来。太尉，太尉。杜浩在台州所为，胡令公不知情。我也是依常理态度啊。这杜浩是要军功，胡令公3朝元老，名位已极。军功啊，早就赚够了。即便是秋田问社，也当是在他老家湖州。台州的事，他管不及，也未见得愿意管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事情倒是好办了。好办。胡令公3朝元老，位极人臣，在军中声望卓著，便是六哥身为大王，也不好苛待功臣啊。他若不涉及其中，事情不就更好办了吗？与郎君之间，案子揭开了，这件事就完了。若是西安侯水丘公在此，必不会出此言。一共有多少？一时还来不及记着。临海、黄岩、台兴、永安、宁海，5县印鉴都有，总数怕是有7、8千户。7、8千户，7、8千户，那便是10几万人，上千斤良田啊！台州5县，共计户口17867户，登册的田土43216顷，又32亩3分。若是40%的人接了袋子，便是6000户，那可是7、8万人的生计性命。我家六叔高明甫、杜浩等人犯下的死罪，竟东海之水难以尽其恶。
可高家、杜家无心审视，数百年的望族，即便是全都砍了，也不过1000多颗脑袋。砍完了呢？这事儿就完了吗？已经请了带子的，他们的乐器作不作数？若是不作数，这个窟窿谁来补上？阴天司经手的带子可以一笔抹去，可5个县的秋粮已经收上来了。民户向本地富户请的带子作不作数？乐器上许下的利钱作不作数？若是也不作数，那本地富户的亏空谁来补？既然是官府做下的孽，自然应由官府来补。郎君，你可知这是多大的一笔亏空？本岁秋赋，以每亩田除息300斤稻米为计，1亩田就是30斤稻米的赋税。台州5县合计54万，有200斛的稻米。郎君，那可是一座米山呐！这些稻米，再变粮购买一个中原天子来做了。